弹穿透。中共目前解放军所穿着的所有的各种型号的防弹背心，熊2、熊3、鱼叉，包括海马斯火箭弹。请问，当他们大举攻台，越过海峡中线、台湾海峡，四弹齐发会怎样？瑞德，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习近平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外部有美国压力，内部有这种大家这种有力气或者是冲撞这个事件。而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一定要去攻台的这个决心，攻台的准备，现在一要被毁灭嘛？你看到我们台湾向美国购买的岸置鱼叉飞弹，现在已经要来了吗？首批的5辆飞弹车要抵达台湾了吗？有没有错？那么在讲这个岸置鱼叉飞弹的时候呢，那么先跟各位报告，我们的国防部呢，事实上呢，军备局那么最近研发了钨芯弹。钨芯弹就是5.56公里的钨芯弹，那么用在这个步枪呢，那么目前呢，全部都成功的穿透中共目前解放军所穿着的所有的各种型号的防弹背心。那这个防弹背心哪来的呢？我们透过管道在国际的这个相关的市场里面呢，购买所有中共的各式的这个防弹背心那经过这个测试了以后呢，5.56公里的这个等于说钨芯弹呢。弹穿透所以呢，弹穿透，意思就是全部都达成我们的目标就对了。我们将大量的生产这个钨芯弹，这是我们国家在目前为止呢，从飞弹一直到步枪子弹，我们都在研发。对，那除此之外，那么像美国所购买的100套相关等于400枚的这个鱼叉反舰飞弹呢，那么它有一个功能就是鱼叉反舰飞弹所使用的是属于那么美军的相关的军规的 GPS 那么可以抗干扰等等那第一套的这个等于说5辆发射车呢，跟1套的雷达系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直接给我们。那么除此之外呢，400枚的这个鱼叉飞弹陆续到位。那从现在开始到2027年美军也会派遣这个相关的美国的教官呢来到台湾，因为你要上课，你要教导种子教官等等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有关于这400枚的这个鱼叉飞弹呢，陆续来到了台湾。那么有人曾经问过说，奇怪，我们不是有熊2飞弹吗？有熊3飞弹吗？那为什么又要买这个跟美军这个等于说他们所出售的这个好像是跟我们熊2差不多的鱼叉飞弹呢？那么所不一样的是，美军所卖给我们台湾的400枚的这个鱼叉飞弹呢，它的射程也好，包括它的性能也好，都比现役的美军的鱼叉飞弹要来得强大我们台湾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各式各样的鱼叉反舰飞弹那这400枚来了以后呢，配合的刚刚讲的熊2飞弹、熊3飞弹，各位你不要忘记，去年来到台湾的包括海马斯火箭弹发射系统。海马斯火箭弹发射系统 M142那么你只知道说我们通常用在陆对陆的这样攻打，对不对？你不知道的是，它也可以打运输的相关的动拐5、动拐6的船只，它也可以打。那你想象一个画面，我们他们一定也有反舰的这个快炮，也有反舰的飞弹系统嘛。你想象一个画面，就是熊2、熊3、鱼叉，包括海马斯火箭弹。请问，当他们大举攻台，越过海峡中线、台湾海峡要过来的时候，四弹齐发会怎样？4种不同的飞弹齐发会怎样？片甲不留。世界上没有一种防御系统呢，没有一种防御系统可以全部阻拦我刚刚讲的这4种飞弹。对，没有这种东西，包括美军自己本身都没有，老共也没有。我讲坦白的，没小骗啦，我坦白的啦。如果4种不同的飞弹一起出去的话，你顶多能够拦截到其中部分这样而已你还是会牺牲非常的惨重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买鱼叉飞弹，为什么要买海马斯火箭弹。那海马斯火箭弹射程超过300公里的这个相关精准的这个飞弹呢，已经来了16枚，我们总共买了大概有84枚它的射程超过300多公里那么另外买了864枚的是精准火箭。那为什么要买海马斯火箭弹？因为它在俄乌战场上面告诉我们，它不是口径最大的，它不是射程最远的，但是海马斯火箭弹是目前为止真正在实战里面呢，它的表现是最精准的。它比起世界各国、俄罗斯、中共所有的火箭弹，包括中共的火箭弹，那么它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号称射程也好啦，杀伤力也好，号称世界第一但是在很多国家的这个订单里面，后来比较了以后呢，他们还是放弃不买中共的火箭弹。
差别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它的精准度。所以事实上，我们买了那么多的原因就在这儿。那美国也没有闲着，美国在上个礼拜呢，那么试射了所谓的超高音速的飞弹呢成功。试射超高音速成功了以后呢，包括那 PRSM， 也就是所谓的精准打击飞弹呢，它还会配我们常讲的胶囊无人机，还有斧头迷你的这个智慧炸弹以后他们成为一组，那么搭配的一组，而且这个所谓的 PRSM 呢，精准打击飞弹，直接可以用这个我刚刚说的海马斯火箭弹的 M142呢，直接发射，什么意思啊？台湾以后也有机会，有可能去获得类似的精准打击飞弹。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们买的海马斯表面上买的是一套，对，事实上是源源不断的买。美军现在就用这样的所以我们一个方式，现在台湾是完全打包都有了，发射的载具是一模一样的。对，我的飞弹不一样，但是我发射的载具是一样。我包括这个等于说空对空的，我包括这个地对地的可以打。地对舰的也可以打，我几乎让它 M142呢，那各种飞弹的载具都可以利用这个发射载具呢直接发射，所以台湾买进了海马斯火箭弹，那么配合包括这个鱼叉飞弹等等那事实上对我们台湾的防御实在是太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大钱去买这些火箭弹跟飞弹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刚刚提到关于间谍，包括亲中势力的扫除，都跟美国是有关。那你以为只有这样吗？没有，我们在军事上面早就合作非常多。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包括我今天在拿枪的时候，我旁边是一个美国老师在旁边教我们。今天让我最不可思议的是，台船的无人船叫做魔鬼鱼，这画面出来之后，我太惊人了。我们台湾有这样的能量吗？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技术吗？他们今天公布一个全新的画面，让我眼睛为之一亮。这就是所谓的他们最新形态的无人舰艇。而且这个无人舰艇不是一般无人舰艇，它还是所谓的3动体，特别有做所谓的流体力学上的考量。而且与此同时，第一，它有什么功能？抗干扰功能，这个是最重要的。从乌俄战争里面取经，因为如果你的电子作战会把我干扰的话，那我即便呢全身的我们讲的航头再多也无用武之地。再来有夜视功能的，以及卫星导航功能，而且它的卫星还分好多种，包括4G，包括射频的，以及卫星运用。什么意思？我平常的时候我可以使用4G 网络来作为它操控的平台，但是如果说我这个4G 网络的，比如说海底电缆或者是网络遭到你中断之后，我还可以是用卫星来运行。但这好奇怪了，你哪来的卫星啊？对啊，这只有一个吧，马斯克嘛，对不对？这个想定是什么呢？解放军今天呢派了，比如说所谓的动拐5甚至是动拐1来进行我们的攻坚。而你现在看到的模拟画面，赵很，你知道这个动拐5动拐1它特别在哪里吗？它刚好是最近雅雅一直她女儿在讲的那个动拐6的，我们讲就是它的进化版四川舰的前身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模拟的。所以当它来进攻的时候呢，我们理论上来讲，好，第一个我们的雷达侦测到了，第二个我们开始派载了。派载我们可以先用船舶运输舰，首先这个船舶运输舰呢一次大量就可以放20几台这个魔鬼鱼呢，直接进入到海里面。但你知道它最可怕在哪里吗？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有没有是炮火打过来，对不对？对。但因为它是 AI 自动辨识，所以呢，它会自动闪避危险，它会 S 型，它会逆行。它不是只是会直直的往前走，它可以闪避子弹跟飞弹。对，因为它内载它包括整个驾驶是属于 AI 系统。换言之，你今天中控呢，只要把我们讲的船舰像玩世纪帝国一样，我就拖过去之后，它自己遇到障碍物、遇到阻碍，甚至跟其他敌舰，它就会开始，你会看到左摇右晃，像逆行一样。但它最终目标是什么？来自杀4公顷，就是你看到这样，直接往它的船部呢这种最脆弱的地方撞下去。它会收集呢船舶的地方，甚至是它有可能干嘛？我可以牺牲我的友军，比如说我知道你的炮火、你的攻击动能呢大概是位在哪里，我可能牺牲4艘、5艘魔鬼鱼，但最后我只要撞到你，对不对？我以小博大，最后就我赢。再来，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一就很先进？刚刚也特别聊到，包括4G、包括卫星、包括射频研究，这个叫做控导系统。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多个方式呢来进行控导，而且呢，它可以群攻之外呢，还有自主导航的还有 AI 目标辨识。什么叫 AI 目标辨识？就是说我今天撒下去之后呢，可能有些我没有注意到的，或有些我不知道的，但是它一旦辨识，它会做敌我区分。我知道你是敌人之后呢，我就会发动我相关的响定、相关的攻击，而且呢，它的部署方式非常多。比如说，我今天船面呢遭到封锁了，我可以干嘛？我可以用船只放，但是我也可以用陆地放，甚至更厉害在哪里？陆地放就算喽。赵尔，你知道 Vino 沙洞寡吗？就我们刚才讲的皮卡嘛，对，载货的嘛，对，拍谁哦？黑买当载。那么小一台也可以去载这种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时期，就连民间的功能也可以拿来调用。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为什么我们无心想到一个问题？你丢呢？台湾那厉害？台湾当时那研发出这厉害的物件，
不合理啊，落得厉害。美国就在幕后内默默的推，默默的推。台船真的没有研发出什么厉害的东西啊，他突然间跟你讲说我研发这么厉害了，就我们对照这个人讲话你就懂了，这是共和党的议员啊，这叫麦考米克，他曾经呢过去我们讲的担任在第一任国防印太安全事务部助理的部长，这个薛瑞福跟他异口同声，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台海的战争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美军呢要加强的去遏制，而且要在这个角色上我们要去补足。在第二，他曾经是川普1.0也就是国防部的助理部长，他就已经答应过要研发一个就是2049的这种计划研究所。它里面讲的很简单，他说以前美国要军援台湾的时候，都会说太敏感，技术协助太敏感，协助台湾训练太敏感。照我请问一下，现在美军不就啪照，到处完全不演了？海军陆战队我这边也有，那边也有，然后我技术直接跟我们讲双方输送嘛。他说未来我们不用这样顾虑，我们要强化台湾，跟菲律宾一样。菲律宾大家都知道，巴拉望岛、吕宋岛以及他们北部相关的岛屿都已经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甚至是包括我们最先进的什么海马斯都已经在那边啦。他说未来呢，在水下的领域的无人机以及自主的科技，我会投资并引导台湾嚇阻主力至关重要。结果他昨天刚讲完这一段话，我们的魔鬼鱼莫名其妙就横空出世，甚至是呢，就连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胡振东。国防部的官员胡振东，他都讲到说，之前台湾一直想要参加 RIMPAC， 但呢总是不得其门而入。未来这个环太平洋军演非常有可能让台湾加入，甚至以观察员的身份。换言之，现在美国已经不是把你当成只是一个我们讲的需要援助的国家，它是把你当成是协同作战以及第一岛链封锁非常重要的一员。而在这个情况下，会有更多日新月异，当然想都想不到的军武出现在我们的国防部里面，你还有意外吗？美军现在在关岛进行一个什么勇敢之盾的一个演习，结果这个勇敢之盾演习今天出了一个，全世界军事迷都高度关注的是，他们把一艘的这个舰艇给炸掉了。可是炸掉了以后，它没有公布是什么，它居然是可以用1000公里外进行攻击，居然可以把一个驱逐舰给炸掉。对，没错。那么这个是17000多公吨的这个克里夫兰号，也就是所谓的两栖运输舰的靶船。那么两栖运输舰，它是两栖运输舰，这是这个越战时期的两栖运输舰，17000多公吨，动物也不过1万公吨嘛。那么这个两栖运输舰，它这一次我觉得勇敢之盾或是这个环太平洋军演都冲着中国的相关的军舰来的嘛。因为呢，动555就是1万多公吨，对。然后这个所谓的克里夫兰号的两栖运输舰呢，也是17000多公吨啊。那么它在6月16号的时候把它干掉。就把它当作靶船，对不对？2枚飞弹把它给干掉，2枚就干掉了，击沉哦。可是问题是，他不是讲说这个16000多吨是仅次于航母以下最大的船舰吗？可是问题是，当时没有公布这个用什么飞弹把它打掉的，你是用鱼叉飞弹还是用什么飞弹？没有公布。今天终于不小心透露了相关的这个崭新飞弹的这个型号是什么飞弹呢？是全新现在的这个等于说发展中的反舰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然后呢2枚干掉。而且它可以用什么发射这个反舰飞弹？它可以用我们台湾现在总共买了29套的海马斯火箭弹的相关的发射器，直接发射，你知道吗？直接发射，发射了以后，因为美军保密到家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美军攻打这个6000公吨的啦，还是5000公吨的啦，还是7、8000公吨的，不是一直打都把炸不成嘛？对。那么以前包括这个等于说环太平洋军演最后开放给大家打。我们在本节目都讲过了，鱼叉飞弹、什么飞弹，各式各样的飞弹，炸的大大小小的一大堆，最后都必须要有所谓的鱼雷 MK 重型鱼雷在作为终结者嘛，从下面打了以后，把整个这个军舰从中间连棍炸上来了以后，它断裂才会沉嘛。那不管你怎么打，甚至有一次不是打了11枚的飞弹都打不成吗？对，这次美军2枚就结束它，2枚结束，破坏美军不公布，而且2枚就结束了。是，对。那如果是海马斯，那不就他滨海作战团干的？没有错。为什么？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后来不是总共有29套海马斯，从明年开始陆续都会进来嘛。那如果海马斯可以打的话，那台湾会不会购得这一类的反舰飞弹？那对台湾来讲，那不得了啊！2枚就把16000吨给炸，2枚17000公吨，我就把它给打掉了嘛。为什么？因为呢，有些人对台湾的反舰武器没有那么看好。可你要知道一件事，台湾的反舰武器包括除了我们要买的400枚的鱼叉飞弹之外，事实上我们早就购得其他不同发射载具的这个鱼叉飞弹嘛。然后呢，我们甚至有空对舰的这个鱼叉飞弹，你知道？那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个鱼叉飞弹，
鱼叉飞弹、雄2赤音速飞弹，包括雄3飞弹，这些飞弹经过实际的靶船测试，我们自己测试的，发现一件事：雄3飞弹所造成对这个靶舰的相关的迫害力最大，就是说它的洞最大。进去的、出来的，它的洞最大，破坏力最强。也就是说，这4种飞弹，当这4种飞弹一起发射的时候，全世界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反飞弹系统能够同时在很短时间之内，最贴海飞行的飞弹，直接全部都给你的摆平嘛？没有，不错，没有摆平。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啊，把这个4万多公吨的2栖突击舰哦，那么这个已经退役下来的，当做靶船，那更不要讲了，摆明冲着洞拐5来的嘛。老共现在要横渡台湾海峡的攻打台湾，最主要的主力2栖登陆舰就是洞拐5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2栖那个登陆舰嘛，它要载包括气垫船、包括坦克、包括各式各样的过来嘛。对，那他们这一次开放用各式的飞弹打，我问你4万多公吨4万多公吨开放打了以后，我就知道什么样的飞弹打了以后，对这4万公吨的这个的军舰最有效啊。那我就等于相形之下，就把你洞拐5当做我的靶船嘛。对，我打了以后，美军跟台湾马上就知道什么样的飞弹对付它最有用嘛。所以你就知道这一次美军所以说真的冲着中国而来的。对，没有错。哎，不要忘记哦，我们的邻居现在日本啊，北面的日本啊，他们在宫古岛这些相关的岛屿，与那国岛这些12式的反舰飞弹，直接把它从200公里的射程拉到1000公里反舰飞弹。然后呢，紧接而来，菲律宾也即将拿到来自于印度所开发的相关的这个反舰飞弹，然后整个第一岛链全部是反舰飞弹，除了防空飞弹之外，全部都是反舰飞弹。那现在美国直接包括勇敢之盾，包括这个等于环太平洋军演，也都冲着你中共相关型号的相关吨数的飞弹来嘛。对，你不要告诉我说，哎呀，中国的这个等于说反飞弹系统很厉害啦，那个这些飞弹都不能靠近，少来哦。当我们的雄3飞弹贴海飞行过去的时候，等到你发现都已经来不及反应了。那我问你啦，我们现在很简单，70几年前台湾有扬智号驱逐舰，中共只有炮艇嘛，所以用小炮艇的狼群这种战术来对付我们的这个扬智号驱逐舰嘛。现在反过来了，我们用沱江舰，我们用飞弹快艇，用这些相关的，包括这个海上的船舰，包括我们机动的相关的这个海风大队，包括这些反舰飞弹。全部都出去的时候，我问你，你们中共的舰队，洞拐5也好，还是航母舰队也好，真的有办法对付台湾几百枚的反舰飞弹吗？廷尉刚刚讲，没想到勇敢之盾对中国这么恶意，针对你的所谓的你的这个2栖登陆舰，我就2枚飞弹把你给炸翻掉了。对，其实更加注意啊，应该是这个滨海作战团这个史密斯啊，其实他也不是说狂野啊，他为什么只有提到日本、菲律宾还有韩国？不要小看这3个国家本来就跟美国之间是有防卫协定的，而且美军就在驻扎在上面了。中国敢打这3个国家吗？不敢，当然不敢。讲的是台湾，你知道吗？他只是没有在这个华府讲出台湾这个2个字而已。但是事实上，滨海作战团就是在对付中国的，而且是对付这个所谓的避免中国越界，也就是对台湾行使这个武力。为什么呢？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解放军会怕。然后会退出，会不敢这个他现在不是下水饺吗？这个他的海军非常多吗？其实就是说他怕说用这种方式来包围或是封锁台湾。最近来这几天，中共的军舰军机还是在这个围绕台湾，不是吗？但是他要让你知道说，我现在的海军陆战队其实不像以往的这种战术的做法，现在的滨海作战团就是会让你的船舰一个一个爆掉。你知道中国的这个万吨大驱来讲的话，基本上大概也就是一点多万吨左右而已。那今天把这1点多万吨炸掉的概念就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用1颗飞弹、一颗鱼雷或是2颗鱼雷就可以把你炸掉，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功夫。对。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无人载具的概念，也可以把你这个万舰齐发、万船齐发的这个部分也把你弄掉。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地狱景象就是代表告诉你说，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你只要越雷池一步的话，美军登船的弹了。所以现在史密斯讲的话，其实要告诉你说，我现在重兵已经摆在这里了，那你解放军也不要越雷池一步。走，拜登居然突然讲得非常的明白，当需要保卫我们的盟友、我们的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一向愿意使用武力。这是在讲到台海的时候，他以前曾经讲过，他会考虑，可是这次居然讲得这么白。为什么讲那么白？因为刚刚讲，现在所有人推估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对这个世界的冲击是无可估算。而且美国之前本来想要说，我要找地方来取代台积电，对我要找地方来弥补这些损失，结果美国花了1年多的时间，他想不到对策。当想不到对策，你就发现美国最近的态度对完全不同了。而且这几天的时候，拜登在出席这个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讲什么？当需要保卫我国、我们的盟友、我们的核心利益时，我一向愿意使用武力。好，抱歉，他又讲出了他特别说维护台海的和平，虽然他是把台海归入到这个盟友该有核心利益中。不是你说美国要保卫他自己的国家，一向愿意使用武力，这没有问题。对，连保卫他的盟友、保卫他的核心利益，接下来谈到台海问题，对把3个绑在一起了。抱歉，台湾是不是核心利益？是核心利益啊！我们台积电或是台湾的供应链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之大。美国现在的第2大权值股苹果，第3大的这个辉达，全部都是靠台湾了。台湾管的话，美国也完蛋。所以事实上，美国的核心利益的确就在台湾。所以你有没有知道，他这是第4度讲了，愿意出兵保卫台湾第4度咯。而且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什么？美国国务院还有美国相关人都没有否认这件事情，没有人在否认了。所以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知道，这一次上礼拜不是中国军演吗？中国军演的时候，宝杰你知道，我们台湾释出画面是说，我们台湾呢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包括说他们的轰6还有歼16都被我们台湾锁定，对不对？宝杰不是只有这样啊，中国官方报道什么？我们有这个军机，我们被外国军机锁定啊，所以显然还有外国军机在这个地方啊。他讲哦。他是在南海地区执行飞行任务。他说，飞行员名字都有，叫王宗元，跟他的同僚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4架外国战机挑衅。对，什么挑衅？使用火控雷达锁定他的军机。我们知道，当你被火控雷达锁定，就代表你已经在人家的导弹射程内了。对，所以显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说，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去锁定他们，还有美国的这个外国，大家都说是美国军机在锁定他们。好，那你想说，那难道所以这几天的时候，才有中国的这个网友说，事实上这个军演不是中国军演，是美国还有台湾在军演，我们是很认真的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好，那你要想说，中国军机呢，它如果胆敢如果跨过一步，除了F-16可以轰掉它之外，宝姐，你知道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军演的过程里面，我们台湾出动了多少东西吗？我们台湾雄三来说，在台中啊，在乌石港啊，或者在垦丁都看到之外，我们的天弓飞弹也出来了。这个天弓飞弹是我们的防空飞弹，我们防空飞弹也架出来，确定天弓出来了。对，万一说，如果你真的蠢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有相关的动作。另外，我们还有陆射的天箭飞弹。陆射天箭飞弹是我们原本是空对空，我们现在把它改成陆射版，也可以打击对方的这个飞机。对，所以就是说，它不止被我们锁定，它胆敢过来的话，真的我们台湾的万箭齐发，可以真的是形同刺猬岛般的把它轰下来的一个状况。上礼拜就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刺猬岛每个地方都动起来了。对，可是当时释出的画面只看到你的雄3飞弹、雄2飞弹，在这个所谓的停车场，在一些周边的港口附近，就没有想到，现在刚刚讲的我的天弓飞弹、我的天箭飞弹，甚至刚刚讲的大肚山里面这个天弓飞弹，已经就定位了。对，你看，这就是我们大陆山的这个7爪阵地这个地方，你看有非常多的这个天弓山的飞弹车都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台湾呢上礼拜军演我们是玩真的，中国要军演我们就跟他对峙的这个军演是玩真的，反而中国呢是一直用动画啦、用影片的方式在军演的一个状况。而且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形容中国这是什么状况？他说中国现在的军机是被什么装满子弹的枪口所抵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F-16V 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你，清楚的锁定你。而在中国南海，本来以为说我也照看，我爱来就来，我爱走就走，就他们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2架2架的歼11，2架的歼11是碰到谁？碰到美国的 A-18F-18被 F-18的火控雷达所锁定。好，宝姐，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军演里面来说的话，真的被我们台湾跟这个美国军方锁定。我们现在讲台湾，我们台湾这一次锁定他们哦，宝姐，你知道，锁定的时候，其实中国军机并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知道锁定军机有2种方式，一个是用雷达锁定，火控雷达；另外一种是用什么？雷射锁定。我们这一次我们的狙击手的夹舱呢，就是雷射锁定。雷射锁定是啥？因为如果你被雷达锁定的时候，雷达会有雷达波，我相关的人我会知道。那如果假设我们就用雷达锁定他们的歼16跟轰6的时候，锁定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他们的机舱里面888会响起警铃大响，我已经被锁定的这个状况。但是这一次他们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是被这个所谓雷射夹舱，雷射夹舱就是毫无预警。而且简单的来说啦，
它就有点像是远程的狙击手，对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瞄准你，可是他已经瞄准你了，他只要一开枪的时候出去，你是完全挂掉，所以因为你完难怪那全不知道。叫做狙击者夹操。对，好，那这是我们的狙击者夹可以锁定50公里以外，也就是说，事实上在50公里以外，我们就可以发射飞弹，直接把你干掉。所以这个狙击手夹伤来说的话，是过去台湾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公布这个照片？因为告诉你狙击手夹伤，我们有这个东西，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我们锁定你的时候是你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这个非常妙的是，以前我们就算在锁定，我们也不会公布。第一个，我们不但公布了，连美国都不演了。对，没错。好，美国不演就是我们讲到嘛，这是中国的解放军说的。他说他们在这个南海地区发现到这个4架这个军机，这些军他们这一次就是雷达锁定，雷达锁定的时候，宝姐。他们这些飞行员知道会被锁定，所以他们还说，我们经过了一番的这个交战之后呢，我们脱逃了这个相关的对，把这个解除了这个威胁。所以呢，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状况是，美国跟台湾都同时对你中国军机进行一个锁定的这个状况。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一次不是讲的，那中国的网友讲，那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军演，那根本就是你漏了一个机会，让台湾可以作为这个军事演习的作用。这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中低层的防空已经做到滴水不漏。对，没错，我们都说台湾是刺猬岛，对不对？我们的防空武力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那我们在中高空里面来说，有复仇者飞弹，那你有爱国者飞弹。另外一个，我们在短程的话有刺针飞弹，但是中程的话就是用我们所谓的这个天弓啊，还有剑2等等的防空系统。尤其是剑2防空系统来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演训。而且这个剑2来说的话，就是涵盖中程。我们远一点点是这个爱国者，短程一点是刺针，就是中程的这个飞弹。这一次所有的你看天弓飞弹都完全出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天空这个所谓防空飞弹会涵盖的范围，你看，几乎把我们全台湾整个我们台湾整个本岛、澎湖还有金门、马祖都完全围得非常清楚，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这个所谓剑2可以有效射程是15公里，那爱国者是大概50公里左右，所以完全可以锁定你，包括说像你的定翼机啦、旋翼机啦、无人载具、巡弋飞弹，你只要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完全都可以将你击中的一个状况。而且刚刚讲到，在这个说5月9号的时候。他们还进行过这个所谓的实弹演习，真的已经命中标靶。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命中这个标靶。所以天剑原本是从我们的这个天剑的防空型的空对空改成是陆射版的这个状况。还有那个你更不用讲，还有雄2、雄3也都出现了。这次雄2、雄3都出现在包括说像乌石港啦，或者台中港，还有在垦丁都出现。所以这次等于是台湾把我们的这个空军的实力，还有所有的陆射的这个实力，完全都展现给你看。好，我们看到在上礼拜4、礼拜5的时候。中国要挑衅台湾，对，然后呢，不断的跨越台海中线，不但跨越台海中线，一直在逼近台湾，对。可是当我们把2张照片公布之后，他不来了，会怕还是会怕？为什么会怕？好，宝姐，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我们都会公布了这个解放军进入我们的空域的这个活动范围。你看一下，那时候呢，这个在23号的时候，你看他们空域，这个地方都有了，这个地方还有解放军，这个地方还有解放军。然后24号的时候也是一样，哇，越来越夸张，因为还有在东部逼近台湾，所以他们还飞到东部来，都这样。但是我们公布照片，你们轰6这个歼16被我们锁定之后，宝姐你看。他们现在就只有在这边，而且他这一次没有越过台海中线了，就没有来了。所以显见到，马西也惊啦，我们被锁定，尤其是被我们的电战夹舱说无声无息的锁定的时候，他当然会害怕，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我只要一扣下扳机的时候，阵亡的就是你了。好，那当然今天有一条新闻，就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对全世界的影响大概是5兆美金，160兆左右的一个台币。刚才讲台新金控的首席经济学家李正宇他讲没有。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数字，是的，他说会到了20兆的美金。对，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如果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不会只有台湾，北韩会不会攻下来？今天中国会不会去打日本？还有在整个南海，会不会整个也会变成了整个有烟硝味？所以是整个第一岛链。会整个战云密布，而且事实上台湾被打下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本身，是全世界的经济大概毁了半条命。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台湾的供应链来说的话，是全世界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的重心。日本也是一样，因为日本可能第一个时间会被中国攻击啊，北韩也会攻击南海，这3个地方都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啊或者各式各样的生产重镇。3个地方挂掉，就全世界就挂掉。所以为什么美国会那么担心？因为事实上台湾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拜登才会在这一次西点军校讲了第4次说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会出兵保卫台湾。宇轩，美国要去对付中国，刚搞了一个滨海作战团。那滨海作战团，我们只大略的知道说，
他们来的是打带跑，下边怎么西腰山洞下来，西腰山洞下来以后，海马斯下来，海马斯下来了以后呢，上面的火箭弹瞄准了中国，嘣的我就给你打出去了，有这么简单吗？现在有更清楚的消息，就是现在不是美国跟菲律宾搞肩并肩吗？不是有很多这军事演习吗？搞不好他是玩真的，他们就直接让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在这个岛上直接降落，降落了以后，我只给你最基本的粮食税，你这边给我待3天，待3天，你要进行测量，测量了以后，你要怎么安排你的这个所谓的起降点？你要怎么样安排你的海马式？你要怎么样进行攻击？原来美国对中国都已经有一套完美的计划了。对，宝仁哥，美国它是用所谓滨海骑士这个东西来去形容，说滨海骑士，哎，骑士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打游击，对不对？它是玩真的。为什么讲玩真的？因为它直接把这些海军陆战队丢在我们讲菲律宾它北部有一个叫做巴丹群岛的地方。你说宇轩这个地方哪里重要？因为它是属于南边的一口，中国解放军如果要通过的话，一定要经过这边所谓的巴士海峡嘛。那时候宇轩撒那边要干嘛？因为第一，他把所有海军陆战队丢下去之后，只给他3天的时间，说好，3天你们这些人没有重型机具，也没有重型的车辆，更没有直升机会去帮你，你就是一个人，然后带着你的导弹，带着雷达，自己想办法找生路，自己想办法找出路。他说为什么会这样讲？3天。只给你3天的粮食，给你3天的水分，你自己在这个岛上活下来。对，宝哥不只要活下来，你要搞清楚这个岛，搞清楚，搞清楚这个岛要怎么打。理由很简单，他说，如果我们用一些重型的机具哦，如果我们用一些雷达，用一些精密的设备，它会有个疑虑，因为离中国太近了，那情况下会干嘛？有被侦测到嘛？因为你躲在这边就是要让人家神出鬼没，要搞游击，要搞不对称，要搞突袭嘛。所以他说他们下来之后，第一个任务要干嘛？先找水。所以他们带着这种净水器，他们要去爬出什么？我到底哪里有河川？到底哪里有河流？哪些可以是为我们所用的水资源？把这搞清楚之后，再来弄第二件事情。我可以通过哪些道路，甚至是当地的村庄有哪些车辆？比如说这些车辆有这种发财车，可以载送我的雷达，可以载送我的导弹。然后最惨的状况是什么？我要补练。他的堡链开始这边爬到高处，山丘地形哪边？他说我可以距离这个巴士海峡，也是离台湾越近越好。但是说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因为理由很简单啊，他要出其不意嘛。当整个中国解放军过来这边的时候，如果连美国、连美军的高层在这个期间都不知道这些海军陆战队躲在哪里、人在哪里、神出鬼没的，中国也不知道，中国也不知道嘛。我不让你完全没有办法心理准备，等于是什么？你想要打台湾，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螳螂捕蝉。那请问一下，美国变成什么了？黄雀，黄雀在后，因为这个黄雀东奔西跑，所以他们讲持这种反舰式的导弹呢，比如说 EAB。连美国都不知道说这个海军陆战队，我今天这个时间点下午3点在这边，那我可能5点我又跑到那边去了，我一直不断的在移动嘛。但问一下能不能以小博大？可以，当然可以啊！我就一组一组，他分了一组6个人，一组6个人，那6个人是不是带着一组导弹加雷达？我等到我要攻击的时候，我才发动我的雷达，开始侦取的目标。打完之后我干嘛？马上跑。所以说，他必须要事先把这个地形规划。在第二件事情，大型的机具在进出运行的时候，它都很有可能会引起太大的目标，对，甚至被侦查到。所以它要变成什么？因为中国也不是吃素的，中国在这边也有雷达，它在空中也有飞机。如果你真的大动干戈，或者是你这个所谓的动作非常大，中国就会知道说你怎么进来，你怎么离开，你会把你的所谓的重要的机具，你会把你的火炮放在哪里？对，所以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游击兵队。为什么叫骑士？因为他们等于是融入当地的居民群众，融入在里面，而且呢，他没有给这些海军陆战队任何的教战守则，就是你下去，凭着自己的作战经验，凭着自己的生存本能，来把这个地形劲爆，等于说你要当你自己家摸熟了之后，这个岛屿后来会变成什么？所以这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就把你丢到，我跟你讲，本来以为说只有到阳明岛，现在旁边的伊拜亚岛，他也在这个地方进去了以后，你就给我徒步，你给我走路，然后跟当地的人做关系，做好关系之后，你该怎么标定？你的武器要怎么摆？这3天你要给我搞清楚。对，没有错，而且是利用地形地貌。那宝杰哥，我反问一件事情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亚米岛跟伊拜亚岛这2个都属于巴丹群岛里面。那我问哦，整个第一岛链的沿线，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整个第一岛链里面有多少小岛？应该有100个吧？
那如果每个美军都这样玩，包括我们讲的日本的宫古，以及呢以南的台湾的巴士，对这些上面的小岛，包括西南诸岛，零零碎碎的，有些可能才几千、2500平它都方公里大，可以。全部都变成美国的临时战略基地嘛。而且海军陆战队只要一组人撒下去，请问一下，能不能对中国产生非常严重的恫吓效果？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所以它等于是全面封锁，因为他们现在的战略想定很重要，也就是如果大陆要用 A-to-A-D 把整个门关起来，那我们这些海军陆战队干嘛？我等于是伸一只脚把这个门卡住，而且在你过去之后，随时我都有可能从你的后方突袭你，而等我后方突袭你之后，拖慢你的脚步之后对，我的友军又会突破你的 A-to-A-D 来到这边，所以这是美国现在目前整个大战略。但你说这两个岛重要在哪里？各位，你仔细看这个距离有多近。首先，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是美菲这次在4月份的演练，距离台湾多少？160公里。140公里，所以各位，你看到的这个是与台湾的距离，但我看到的是什么？这是大陆中国解放军唯一能够通过的海峡。所以这边只要全盘封锁了，因为它总不可能绕到菲律宾这边嘛，那是菲律宾的领海嘛。所以你看他们怎么形容？他说这个是新岛国战士、新岛军战士。所以你看，美国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造成大陆无形上难以突破第一岛链，非常的窘境。吴总，你是最早提出说要关注美国现在它的滨海作战团已经完全改变了整个东亚的作战态势。因为我跟你讲嘛，我是航空母舰来，航空母舰来了以后，我的军机过来，我的驱逐舰过来，我的陆路艇过来。你说没有？现在这个滨海作战团是打带跑，打了就跑。那怎么样打了就跑？他今天公布的是，他是非常费功夫的。原来在第一岛链里面的所有的小岛，美国海军陆战队是实打实的用自己的双脚带着最简单的机具。在这个所有的岛上全部都勘察过一遍，不但是勘察过一遍，怎么进攻、怎么退、怎么防守都有东西了。对，因为长久以来，过去20年的结果，因为这个整个中共建立了非常强大的所谓它的导弹部队，对，它的火箭军嘛。那这个火箭军建立起来的话，它已经部署了整个对西太平洋的 A-to-A-D 了，就是这 A-to-A-D 把整个西太平洋封锁，包括台湾嘛。所以他认为他们才开展吹牛说还有什么什么东风快递啊，对，能够关岛快递，关岛快递，那主要是针对的美军的航母。那美军的航母一艘的价钱金额不菲，这个是几十亿那个是非常高的金额的预算的建造，然后舰上的士官兵总共将近平均到5000多个人，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失败嘛。所以美军才发展出来所谓的滨海作战团。滨海作战团的发展的目的是很简单的概念，就是他把他的海军陆战队，把它改编制成能够发射导弹部队，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改变。对，它一个非常小的，它可能是一个连的一个兵力，会变成一个飞弹的一个发射部队，它是陆海整体的作战。协同作战能力，然后它不断的在西太平洋跟菲律宾所谓的小岛部分，包括我们台湾很多默契跟他们应该都建立起来了。对，它就很快速的投射。那你现在它可以在菲律宾给你看到，就是说它有在这边的在这个岛屿的作战能力了。对，就假设它有碰到有这个短兵相接跟陆军相接的时候，它还是有作战能力。但是更可怕的不是这个东西，它更可怕的是制敌之机先呐。它这个滨海作战团的目的是攻击性的目的嘛？对，它分散了以后，然后再发展出来就是导弹的射击嘛。它这个射击的话，就是直接破它的 A-to-A-D 啦，就是你中共所有的有可能发行这种什么中程导弹的话，我都有可能帮你轰炸到。包括你的有所有的高价值资产的这些的攻击的目标，它全部帮你设定好。然后对菲律宾部分更重要，因为菲律宾那边就是所谓的它中共的潜艇进入西太平洋的关键的那个这个关键的入口的所在。那个地方如果开始作战的话，唯一美军抓不到中共的部队的地方就是它的潜舰嘛。那它的潜舰来讲的话，它可以发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武器啊。对，所以它必须要把这边封锁住啊。这封锁在这边，再封锁到这巴士海峡这个进出口的地方的时候，那我请问你，它美军的潜舰会不会出现？一定有的，美军潜舰已经同时出现了嘛。所以在这边其实是个立体的作战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巴士海峡进出西太平洋的地方，将来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玉凤是在最近的这个
两岸兵凶战危的时刻，有2架飞机被高度重视。第一个是 F-22，F-22是美国非常重要也是最贵重的所谓的战机，F-22是绝对不会外销的，只有美国人才有。这次他居然干嘛？派了一个中队，约莫18架的 F-22。到了哪里？到了普天间基地。到普天基地很明白的，我就是冲着中国而来。另外就是 F-16V，F-16V 刚刚讲它是升级了以后，没想到它的夹舱可以这么精准的用雷射盯住中国的战机。而现在不管是看到了 F-16V，你现在不管看到 F-22，那是真的能打的。对，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F-16V。F-16V 呢，其实在过去的它的服役时间非常的久，但是呢，它的升级系统一直是系统升级，一直往上之后呢，现在变得非常厉害，而且呢，在过去来讲 ，F-16V 我们都知道说，哇，如果对岸的飞机过来之后，我们就起来伴飞，我们就在监控它。现在竟然可以锁定它，而且呢，我们自己发布了一个影片，这影片呢，把这个小牛飞弹 Maverick 给发射出去了。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飞弹？有啊。小牛已经给我们很多年了，但是呢，很少会直接把它拍得清楚，而且还有一个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在发射之前，我们的 F-16V 可以发射小牛飞弹，发射小牛飞弹 Maverick， 而且还在发射的时候还特别把镜头攀过去 US Air Force， 先把这个东西拍得清楚，告诉你说呢，以前我们有没有这个小牛飞弹？我们有，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直接从整个武器挂载上去之后呢，然后呢起飞，然后呢按发射，直接都PO给你看，让你知道说呢，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威慑的一个能力。好，那这是 F-16V。另外来讲 ，F-22就更神奇了。F-22作为这个第5代的一个战机啊，以前来说的话，它很多的画面都是不会释出的。这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说你派那么多来，一个中队18架的 F-22。那么多的第5代战机一起到这个地方来看，然后呢，F-22为什么厉害？你说这个是 F-22的驾驶，对，他上去的时候，要把他这个什么的，那个裤子，他那个裤子是防压力，对。他把它弄好才能够进得去。为什么呢？因为你 F-22它是第5代战机，它的性能太强大了，你人不一定撑得住。如果你的居力到达9的时候，你会昏迷过去。所以呢，你这个裤子你要把它的血液往下压好了之后呢，你才不会因为缺氧整个昏迷过去。而且它上去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其实过去来说的话，很多人在讲说你 F-22有什么了不起？对岸也有歼20，那这个东西其实上去之后，你看到它直接往上拔高，旱地拔葱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其实是震惊的世界，因为过去来讲的话，没有战斗机可以这样子直接平行，然后直接往上拉起来。拉起来的话，它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从100公尺到了4500公尺啊！拉上去之后呢，你现在画面看到的就是一个落叶飘。为什么它也会落叶飘？为什么要做落叶飘？因为它虽然它是第5代战机，它有隐形，但是如果被锁定的时候呢，导弹打过来的话会追着它跑。可是当我落叶飘的时候，它是真的把这个动力整个拉掉。它会苏35的落叶飘。你的落叶飘下去的话，你的导弹就追不到它。当追不到它之后呢，它可以重新把这个机头往上拉起来之后，重新从后面来锁定来打你。所以呢，这 F-22为什么它真的是这么厉害？它除了会隐形，除了会超视域作战之外，你真的遇到它，你要跟它缠斗，你可能也打不赢它。好，体会。刚讲的这次大家非常特别的是，我们居然公布了2张照片，我们锁定了对方的歼16还有轰6。这个他们讲以前为什么不敢做？难道我讲说顾立雄上来，顾立雄当这个国防部长真的这么敢吗？对，这是他的起手式，你知这道吗？是顾立雄的起手式。你知道以前的国防部长是这样子，如果遇到这种军演来讲的话，第一个记者通常会报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国防部长进到衡山指挥所。结果这次记者问顾立雄说：“你为什么没有去衡山指挥所？”他说：“我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国防部已经成立应变中心了。”所以所有顾立雄没有进衡山指挥所，他为什么不进衡山指挥所？我觉得这个事情跟过往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国防部已经研究很久了，有一段时间研究很久了，就是说现在都在讲灰色地带，灰色地带，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灰色地带最好？因为他不跟你打，然后他又不是和平的方法，每天吓你打，所以每天在吓你，每天吓你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把他全部东西全部对外公告。所以他为什么要用应变中心来对付？要取代过往所谓的直接进到衡山指挥，因为你知道进到衡山指挥所代表什么意思？就可能要打仗了。那今天来讲的话，就告诉你说不一定要打仗，不会打仗，不一定会打哦。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对方又来骚扰哦。那怎么骚扰呢？我就放照片给大家看。所以你看到这一次来讲的话，他为什么先成立这个应变指挥所？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以往大家都在骂邱国正，什么？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对啊，你要怎么应对他啊？大家不知道。这一次顾立雄在第一时间，你看523开始进行军演的时候，他已经对外宣布了，第1级
反应第一级的权力在谁手上？在我手上。他对外直接就说，这国防部长我辜立雄来做最后确定。这有一个动作是什么东西？就是安定军心的概念。所有各级部队来讲的话，就知道说啊，原来最后这个国防部长做决定啊，我不一定要等到总统，我不一定要等到谁，这个讲给谁听的？讲给所有的将军们听的。说我来做最后的决定，啊，你们不用再去跑去找总统了，因为总统已经授权给我了，我就来做这些事情。辜立雄有这么大的权力，非常非常非常，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他所有的讯息来讲的话，可以上通到赖清德这边。好，即使来讲的话，再来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你以为 F16可以随便都放照片出来吗？当然不行，对嘛？那一定是不是有美国的同意的情况之下？当然。那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听过说法是说，我们 F16要做任何维修，F16连一个螺丝你要把它给打开，你都要美国同意，更不用讲，要把这个照片给公诸于世。是啊，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辜立雄应该也取得美国这边的点头，至少不反对嘛。那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就威吓中国说，我今天没是用射控雷达锁定你，我是用所谓的狙击手的那种视野来放出照片。你看那个照片来讲的话，是白色的框，它不是锁定的红色的框，所以什么意思呢？它是有区别的。那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说，哎，我在你后面，我看着你了，我随时可以打到你了。那这在威吓中国，为什么让他这几天来讲的话，军机不敢过来了？因为你跟我玩真的，所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的起手式，他起手式非常重要，他让他这个国防部长当得很有权威感，你知道吗？就是说整个像有人讲说，他以前是国安会秘书长，把国安会秘书长跟整个国防部串在一起，他压住了军方的这一套，也就是说，他其实有时候呢，对外来讲的话，先要巩固内部啊。那内部来讲的话，大家不听话，那这边唱他的调，那边唱的调，你知道吗？就是讲说应变中心还有第一级的，这是什么？这是国防部的联合作战这个处的这个处长。一个处长就可以出来这个讲，以前不敢哦。以前这些处长来讲的话，他们基本上都要等部长或是发言人去讲。现在代表说辜立雄有授权给他们，你们可以对外去讲这个东西。所以显然了，赖清德的做法跟蔡英文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这个以前进衡山省为所，现在是国防部应变中心。这个应变中心是第一次这么做的，是第一次这么做的。以往来讲，我们只有在所谓的救灾，比如说地震、台风，那时候会成立所谓的类似应变中心。而现在国防部这个应变中心是一改过往进入到核山指挥所或是远山指挥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而且你刚刚讲，现在不是只有 F16V， 我锁定你的歼16，锁定你的轰6，现在连 P3C， 你的所有的中国的军舰在海面上所有的作为，我也公布给你看。重点就来了，台湾要那么多 P3C 干什么？以往马政府的时候就开始采购 P3C 了。有人说这个 P3C 侦查到的所有的资讯，同步的会回传到美国去。对，所以什么意思呢？其实都在做侦查。现在目前的这个演习动作，当然他这次没有丢飞弹，但是他有实际上把军舰跟军机派出来。这时候我们用 P3C 去侦查他的军舰，然后用 F16升空，然后去盯着他的一个军机，同时间把所有的讯息传回到美国去。刚刚谈到就是中国对台湾发生了一个无预警的一个攻击刚好给台湾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反制、一个训练的机会。今天很多人就注意到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的空军公布出来的我们的 F16V， 它在这个空中的时候，针对它的轰6，中国的轰6跟中国的歼16完全盯住你，因为我们现在最新的所谓的狙击者甲舱，可以在非常远距离里面把对手抓得清清楚，不但对手抓得清清楚楚，我还可以把你给锁住，也就是中共用动画它玩假的，可是我们现在的反制却是玩真的。那你说我只有这个 F16V 有什么了不起？导播再看，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乌克兰拿到了一个陆军战术型飞弹 ATACMS， 这个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大展神威。现在在这个克里米亚大岛上面，你现在要打这个所谓的炼油厂就打炼油厂，要打兵器库就打兵器库。那打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远距离的攻击神器，那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我们之前讲了，在美菲肩并肩演习的时候，他在我们最北边的亚米岛，也就是离台湾最北边的亚米岛，他曾经做过一个所谓叫提风演习。提风演习就是 C13洞下来，13洞下来以后，将这个所谓的海马式火箭弹放出来了以后，他就进行攻击。他们里面的飞弹竟然比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 ATACMS 还要来得更厉害。对，宝姐，事实上这次的这个中国环太军演来说，他们是玩假的，但是我们台湾呢，我们是玩真的。我们这次呢，把我们国内所有能够动用的飞弹，雄2、雄3啊，然后从这个乌石港、台中港、垦丁都完全摆出来了，飞机起飞，海军也出动。但是呢，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这次呢，就包括我们周边的琉球的这个爱国者3的飞弹也把它亮出来了。另外包括说像菲律宾呢，我们知道肩并肩兵
军演之后呢，留在菲律宾上面的还有提风系统，还有海马式。目前为止来说，我们拿海马式呢，这个乌克兰呢拿到 ATACMS 的这个陆军的这个战术飞弹之后呢，他现在装在海马式飞弹上，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打的这个目前为止来说，俄罗斯呢是有点吃不消。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美国不是只有 ATACMS 啊，他把最先进的 PRSM 呢，他现在也送到这个地方。这个是比 ATACMS 在乌克兰发威的神器还要更加厉害。也就是说，美国是在这个地方几乎是布下了重重的重兵，在防止中国的这个蠢动。好，所以你想说，在昨天早上7点45分的时候，中国在无预警的状况下对台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封岛军演，是在台湾的东南西北全部封锁，而且他放的动画里面怎么说？他要同时攻击台北、高雄跟花莲，让台湾人所有无所遁形。可是刚刚讲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准备，所以他用的是动画。可是台湾刚刚讲的，我的海陆空全部动起来了，我的海陆空不但动起来了，对，更可怕的是刚刚讲到。我的雄2、雄3可以马上的就地位，不但雄2、雄3可以马上就地位，我的北边日本的爱国者3型也动起来了，不但北边爱国者3型动起来了，之前讲到在所谓的肩并肩演习里面，它的提风飞弹更可怕，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台湾是一个刺猬岛，结果台湾刺猬岛不是只有在台湾，从日本第一岛链连到台湾，连到了菲律宾，而且透过它的滨海作战团，它是随时可以把海马式火箭弹放到这些岛屿上的。宝剑，你有注意到这次的中国环台军演来说是7点45分宣布之后，台湾、日本、美国几乎都全动，显见什么？显见我们可能之前就已经有预判到他可能会做这样的军演。好，那除了这个军演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也出动了 F16V， 我们知道是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国军正在升级这个 F16A， 这个升级到 F16V。那这一次是第一次的 F16V， 你看他们第一次完全挂弹出局之后呢，他们因为这次中国有出动轰6还有歼16来到台湾附近这样飞，结果没想到试出这个画面，我们用 F16呢锁定这个轰6还有歼16的这个飞机。那这个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AAQ33的狙击手的这个夹舱。这个夹舱来说是2018年我们台湾才拿到了，它对比旧款来说的话，它的精准度精准10倍。锁定了这个距离，比原5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几乎相当中国军方搞不好都没发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锁定。我们之前的 F16就已经可以做远距离攻击了，是的，现在我们竟然比那个远距离攻击的之前还可以再多5倍距离，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未来如果搭上这个 AIM-9X 的超级响尾蛇飞弹的话，几乎是一飞弹锁定它，马上就可以把它打掉。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秀肌肉给大家看的一个画面。刚刚那个轰6，那个歼16，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被我们锁定住了。他的生命是控制在我们手上的。对，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狙击手的这个夹舱来说的话，它不是只有日间攻击，它的夜间攻击来说攻击力更大，所以它是日夜24小时都可以锁定你这个日夜攻击，对一个护国神器的一个状况。好，刚刚讲到。昨天，其实台湾也动起来。以前台湾我们都讲，我们都龟缩了，我们也不跟你吵了，我们也不跟你闹。你现在如果这样对付我的时候，刚刚讲的中华民国的陆军、空军跟海军，我们全部动起来了。动起来，刚刚讲的，我们的海军是1对1的跟你定钩机的。对，好，不是只有中国军方可以用这个画面，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画面还有照片。而且你看，我们过去也事实上，你看我们的陆军，你看陆军啊不怕利剑，对不对？以实力对抗这个军事威胁。然后空军来说的话，确保这个国家安全，然后就出动这个 F16。还有这个相关的飞机，海军也是一样。海军我就讲，这一次是1对1的这个定钩机，你来一艘，我也来一艘。从此我们要出动瑞渊无人机来说话，去执行了监控这个所有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飞机，所谓的瑞渊也出动了。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我们就讲嘛，这一次来说，我们台湾过去我们都说我们台湾是刺猬岛。但是刺猬岛来说的话，这一次的这个军演行动里面来说，很多人譬如说在乌石港，在那边与民众那边游玩的时候，在那边玩说，看到就有这个所谓我们的飞弹车就开到这个地方，飞弹车看到这个地方之后，你看马上就升起45度角，45度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时进入发射的这个姿态。另外包括说在台中港来说，民众直击到了雄2、雄3，那在垦丁来说的话，也有雄2、雄3的这个，甚至我们的海风大队都出来了。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目前为止来说，我们都有情报收集，有雷达的资讯都非常清楚。对，也就是说，进入随时，如果假设中国有任何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射雄2、雄3飞弹，还有各式各样的防空飞弹来狙击中国或是防范台湾。刚才讲的，我们现在这个飞弹最怕什么？最怕就是你被对方锁定，被对方攻击，你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我们这个飞弹是，
我们是轮型车辆载着跑，是而且跑了以后，我随便找到了一个平地，就像之前不在俄乌战争用海马式的时候，我只要找到这个平地，我就开始给你坐标，有了坐标我就开始进行攻击了。对，没错。好，那我们就讲台湾的这个刺猬岛在这一次展现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空军呢，我们用这个 F-16V 的这个新的这个作战夹舱啊，锁定中国的飞机，海军是一艘一艘出去部署到亚太的，它是下一代的这个 PRSM， 这个武器更大。更厉害，而且它可以用什么？可以用海马式，还有这个多管火箭系统可以发射，也就是说它的机动性更快。它可以，我们刚才讲到 ATACMS 是305公里，但是这一次的 PRSM 它可以650公里，多1倍。对，速度更快，然后火力更强，所以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美国已经拿到了。那我预测，军方都预测说，他可能会把这个地方部署到靠近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地方的海马式的未来的作战系统，尤其是亚太地区，它就会搭载这个 PRSM。所以我们之前看到它的滨海作战团的演习，就是它的C-13洞很快的降落，降落了以后，它从713洞下来，我的飞弹车，海马式的飞弹车上面，对，你说这个载的。就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PRSM， 没错。好，那未来可能是搭载这个攻击火力更强，从过去的300提升到600。好，那你更不用讲，菲律宾这个地方啊，还留有所谓的提风。提风来说的话，它可以搭载包括说像战斧飞弹，或是标6的这个飞弹，它的这个射程范围可以到2000，所以你看有2000多公里的，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涵盖600公里的这个海马式所搭载的 PRSM， 这等于是说菲律宾呢未来可能会变成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未来可能在防卫台湾南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的这个伙伴。所以说中国是玩假的。我们刚才讲，当你这个所谓的你要威吓台湾，威吓台湾总是来两个真的炸弹嘛？是的，没有，它全部都是用动画的，完全被人看破手脚。当你被用动画，你用动画的时候，刚刚讲我们的 F-16V 上去，对，我们的军舰上去，对，都是满载弹的。对，好，那不是只有台湾的这个我们军方准备好，连美国都是。虽然美国是抛了一个雷根号的这个抛了一个说，哎，我们在练瑜伽，可是人家不是只有在练瑜伽，宝剑，他们还练什么？他们大规模的起降，轮流的起降，你看。包括说这个 F-18E 的这个超级大黄蜂，还有鱼鹰机12D 的鱼鹰机，鹰眼机，对，还有包括说像这个咆哮者的这个电战机，这个 ES-8G 全部都出去。他们说他们都大规模的演练，除了大规模的演练之外。你看，美国还出动什么 RC-135，他们从加索纳飞来。你看从加索纳飞来之后，你看他还靠近上海这个地方，然后再折回去。那不是只有5月10号、5月17号，他也来到这个地方，台湾的这个西南的这个空域这个地方。然后5月23号的时候，他也同步在起飞这个 P8A 还有 RC-135R 的这个飞机同时起飞。所以显见。美国虽然他抛了这个我们在练瑜伽，可是美国是真的非常盯紧在准备这一次中国的军演，他们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出现。好，瑞德，刚才讲的，中国昨天在早上7点45分的时候，他说在一个完全无预警，在一个让台湾完全措手不及、没有任何因应时间的状况下，他开始进行对台的一个军演。可是对台军演搞了半天，你很多是用动画的，跟你说台湾是玩真的，因为我们的陆海空全部都动了。导播再看。连我们的 F-16V 现在居然有一个刚刚讲的狙击者的这个夹舱，它已经看得很远，看得很准。请问，如果 F-16V 的这个狙击者夹舱呢，都可以看得到你，看得到你就打得到你嘛？现在雷达包括雷达看得到就打得到嘛，很简单嘛。所以呢，事实上为什么这次直接公布相关的狙击者夹舱啊？而且这次包括 P3C 反潜机都由空中往这个海面全部公布这个画面，这是有史以来国防部第一次公布哦。P3C 的画面也出来了。为什么要公布啊？以前为什么不公布？以前你都会以为说啊，是不是飞行员在后面这样用相机拍啦，还是怎么样？这次直接公布我们的侦照夹舱直接拍。侦照甲舱拍，还有我们的飞机上去就告诉你说，你的飞机飞来，我就直接把旁边半飞呀。这个是 P3C 去看海面的动作，你在海面上有任何一举一动，我都会知道。宝杰，你知道这次亲门踏户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的军舰跟军机是有史以来飞得离台湾最近24海里逼近，你知道吗？但你知道一件事。那么这2天呢，他们的军舰过来，那么要胁迫，尤其在台湾的这个苏澳外海跟这个花莲外海呢，我们的军舰跟他们的军舰，我们盯着他们的军舰，最近你知道离多远吗？多远？1公里，你知道吗？1公里就是1公里哦。1公里是什么意思？一个不小心，砰就撞上去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公布这个影单？就跟你讲，国军没得压力嘛。我当然整体战力不如你呀，这不用讲嘛。你世界强国，你500颗、600颗核子弹头嘛，你的这个等于说船只啊像下饺子一样下嘛。
但你是攻，我是守啊。那宝杰，你知道这次单单这个机动相关的这个反舰啊，跟防空飞弹呢，我们出动了多少？300多枚，很简单嘛。那为什么？你以为这次东部战区跟整个中国，他们把所有的精锐都出来吗？没有。这一次包围的对象包括台湾，那么五个地方之外呢，你知道他把金门、马祖团围住，那包括这个乌丘跟这个等于说东引岛也团围住，他表定是这样嘛。可你知道他到乌丘跟东引是派什么去吗？他是派海警船去，所以我们的海巡署也派我们的海巡船去。你说海巡也动了？对，那这次呢，大概是这么多年以来啊，第一次我们把已经落成、已经这个那么直接下水的这个相关的沱江舰一起派去。沱江舰上面有什么？有反舰飞弹，有防空飞弹嘛。所以呢，一起派去的这个就是告诉你什么？我唔惊你老公摊北的啦。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垦丁看到，对不对？在台中看到，但你不知道的是，你没看到的是，在花莲、台东的这个的相关的海岸线面都有。全部海风大队都有，密密麻麻，只是不让你知道，你没有看到而已啦。那什么意思啊？你是玩假的，我是玩真的。刚刚宝杰问说，这次为什么用个动画呢？而且动画做的太假，跟1年前的那个动画一样。为什么不实弹实射呢？为什么？因为下一次他才要实弹。为什么？2024A 是很仓促，我从一个地方就看出这一次根本只是一个演练而已，连演习都谈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请问一下。东部战区有两艘的洞拐5最新的2栖登陆舰，这次为什么不派？为什么？为什么是派老旧的洞拐1来啊？因为很简单，因为来不及派，因为是临时决定要出来啊，要给赖清德要恫吓台湾人，所以呢，临时派出这些东西，说来不及动员，来不及集结，然后呢，为了要吓台湾人，所以故意讲个歼20来了。台湾的最大的克星，我就不相信你歼20，你把画面相关公布嘛？为什么？有人说啊，有退将说啊，台湾没有这个等于说可以侦测歼20相关的雷达，谁说的？为了这件事情，还一大堆国防部的人被处分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新闻官不小心把澎湖所部署可以侦测歼20的雷达车给曝光在《青年日报》上面嘛，很简单嘛。那么，请问如果没有的话，干嘛要处分一大堆人呢？好，那今天赖清德，我刚才讲，昨天赖清德跑去哪里？跑去了66，等于说陆战队66旅，这个很有意义吗？很特别吗？当然，那么海军陆战，台湾曾经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陆战队。我们有3个师准备反攻大陆的时候用的海军陆战队打前锋，然后呢打完的地方就交给后面的这个11、20个陆军师啊，所以海军陆战队非常强。现在是99旅跟66旅嘛，那么这一次。那么以赖清德以3军统帅第一次到海军陆战队的66旅去看什么？去看包括刺针飞弹，包括各式的飞弹，跟看它的火力展示，跟它的防御。为什么呢？因为首都的卫戍就由这个66旅来这个跟宪兵来负责嘛，所以他故意去看66旅。故意去他呢，你不要小看他来看飞弹，好像感觉没什么，对不对？他其实在做软性的抗议，就是跟你讲说，你在那边搞军演，你以为我在那边吃素的？所以台湾别的本事没有，你要攻打我，你也想要这个对我怎么样的话呢？我只有把我的飞弹给摆出来。中国玩假的，但是台湾搞真的，因为怕你们到时候用演习为名，还真的要把我们的相关的岛屿给拿下来。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